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的美漫辛普森家第27季第15集。春年镇新开了一家室内水上乐园，辛普森家也前来游玩。辛巴一进来就十分喜欢，还说希望这个能够取代湖泊河流。辛巴心里只装着孩子们的安全，希望在各个地方都看到救生员。事实上，这里的确是有的，不过救生员忙着享受，根本没空理会那些孩子。小新忙着玩金鱼大战，因为位置原因很不尽兴，于是就让枪口对准了辛小妹。不过还好，这里有头发烘干机，只需几秒，辛小妹的发型就恢复如初了。但鉴于小新老是淘气，辛巴将儿子扔进了儿童游泳池，小新自然是百般抗议。然而工作人员扔了个塑料圈后，这小子的注意力就完全被转移了。不过新玩具还没有捂热，就被混混们夺走了。此时辛巴正对着管道比比划划，很显然这不是他的 size。辛巴询问工作人员有没有更大一点的滑道，你还别说，他们真的准备了。从大肚专用管道一滑而下，辛巴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被抢走玩具后，小新找到了新的乐子，那就是名为极限逆流的项目。但是排队人太多了，走正常渠道都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。于是小新想到了一个不一般的法子，他偷偷溜进了控制室，捏着嗓子讲起了广播：全体游客请注意，我是这里的经理。游泳池内侵入了大量会吞噬那玩意的微型鱼，如果微型鱼进入了泳库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裸身在雪地里滚2圈。这些话吓得全场男同胞破墙而出，全部都裹着身体坐在雪地里。趁这段时间，小新好好的玩乐了一番。这时一只浣熊走了进来，咬2口地上面包后，他又被发现了。工作人员二话不说就拿出枪电了浣熊。谢小妹看到小浣熊失去知觉，忙冲上前去将它打捞了起来。帕尔听了一下，已经没有心跳了。谢小妹立即开始进行心肺复苏，见他又是用力的按压，又是朝口腔里吹气，周围人都围了上来，还拿出手机拍照，连续这样好几次，终于让他将水吐了出来。看到浣熊蹦蹦跳跳跑走了，谢小妹觉得即使付出了初吻也是值得的。谢小妹的救援事迹上了新闻，虽然这不算什么大事，但也足够让谢小妹在学校里火一把了。同学们都因为这件事对她刮目相看。莹莹仔说，网上还给了她一个称号“国民妹妹”。这时胡福老师走了过来，他带着一只仓鼠，表示在春节假期间就让他交给辛小妹照顾。接到了这么光荣的任务，辛小妹立刻表示义不容辞，因为同学们不再取笑自己。辛小妹很是高兴，回家路上还不住地向妈妈讲这件事。但辛妈现在没有心情听女儿的话，路上堵得厉害，走不了多远就得停下。辛妈只觉得异常烦躁，刚好遇到了警长，辛妈就问是怎么回事。警长告诉她，前面发生严重车祸，现场清理干净之前，这条路禁止通行。很不幸的是，辛妈后面堵了很长一串，而她现在又急着回家给老辛普森翻身。警长给辛妈出个好主意，那就是他去清理事故现场。辛妈有些犹豫，她很抗拒看那些血腥的场面。警长安慰她说这很安全，因为坏人们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而他们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这个。警长一边哀求辛妈，一边拿出清洁工具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辛妈也就接下了这份工作。她的确是个很能干的女人，不一会儿就让现场清理干净了，甚至将流浪汉都收拾利索了。警长很喜欢辛妈这股麻利劲儿，就问她愿不愿意做犯罪现场清理工，还说辛妈捡到钱和首饰都能归她自己。在辛妈犹豫的空档，接着说说辛小妹。路上堵车，辛小妹就骑着自行车到了兽医医院，见她抱着仓鼠，巴基兽医还以为她小宠物生病了。辛小妹讲明了自己的来意，她说自己前天救了一只仓鼠，很喜欢救死扶伤的感觉，所以想来这里工作。因为求者甚少，辛小妹直接就被录取了。穿上工作服后，巴基让她跟上自己。接着辛小妹就见到了一群生病的动物，眼见这么多小家伙待拯救，辛小妹觉得自己简直到了天堂。说话间，巴尼抱着只臭鼬走了进来，说他放不出臭屁了。闻此，巴基基本判断出了问题，他拿出仪器让辛小妹将臭鼬稳住，稍稍电击了一下，臭线就通畅了。辛小妹的第一个任务顺利完成，就是有点臭。接着辛小妹就参与正式工作了，她很负责，将每个动物都照顾得面面俱到。但辛小妹觉得这些还不够，她向巴基申请派一些更直接工作给她。巴基当即拿出一盒蟋蟀，让她将他们的腿都掰断，目的就是让一只年迈的变色龙也可以体验一下捕猎的快感。辛小妹有些排斥这样工作，她想要的是诸如给动物量体温之类的。巴基一听，马上这小女孩不要心机，还说自己也是上过很多尴尬的课程，才最终被允许将胳膊放进马的身体里。辛小妹有些失望，她只想做的更多。在给动物喂食的时候，辛小妹等到那项刺激的工作，巴基打算给一只圣伯纳德犬打针，但他中午的时候多喝了1加仑茶，现在手抖得厉害，只能将这个任务交给辛小妹。没有犹豫，辛小妹很快就打完了，可能是太容易，她找不到救浣熊的刺激感。不过接着狗狗兴奋地叫了起来，辛小妹太享受了，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救死扶伤后的成就感。有打针的经历后，辛小妹俨然成了专业的兽医。船长说小金鱼不能赚又多，得知是得了烂腮病，正准备做最后的告别，但辛小妹只滴了几滴药水，就让她重新生龙活虎了。船长还有一个小问题，他的车钥匙被乌贼给吞了，小丑的猴子也生病了，他肺里全都是苏打水，辛小妹抱着用力一挤，就全都吐出来了。这天
兄妹俩参加了马丁的生日宴会。小妹看着这些健康的动物，心情颇为愉悦，说就算有些牧场里弄的擦伤，也不需要担心。小新听到这些话有些不乐意了，搞这些做什么？你又不是兽医，你是被人吹捧，当然只是起个笼子的。小妹有些生气，就说医院都是靠自己撑着的，接着就说了一连串关于动物病的专业知识。小新自知说不过，也就闭嘴了。这时胡丹拿了一些花生准备喂大象，然而这并不是花生和大象，而是虾和羊。羊对虾是会过敏的，所以这头羊很快就满脸通红，倒地不起了。新小妹在引进仔那里要来肾上腺注射器，揭开盖子扎了一下之后，羊儿确实恢复了过来，还比以前更活泼了。小妹很喜欢这种掌控生死的感觉。这天小妹又接待了一位顾客，秃头，他说自己从未见过狗子这样无精打采。小妹仔细查看了之后告诉他，所有问题都出在他的身上，这狗已经错过了医治的最好时机，现在已经呈现了细小病的早期症状。他还说要剥夺秃头的抚养权，让他滚。秃头那就急了，当即就离开了。小妹安抚地摸了摸狗子，有些人根本不配拥有宠物。听到这话，小新冒了出来，这是你能决定的吗？你变得如此傲慢自大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他拿出了胡夫老师教给他的仓鼠，只见这小家伙瑟瑟发抖，显然是病了。小妹将它取出来好好检查了一番，这小家伙病得不轻。巴基听到动静后走了出来，询问是不是真的由他照看的宠物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小妹深感抱歉，将仓鼠交给了巴基。他说仓鼠就是需要有人陪着，不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人抛弃了，心脏就会因为压力而长出息肉，现在拖了太久，只能进行手术了。手术顺利完成，两人都尽力了，然而还是没能救回小仓鼠。此时新小妹彻底崩溃了，她以为只要是足够关心就能救活每一只宠物，不曾想最终给新小妹以抚慰的是她的妈妈。她很伤心，觉得自己辜负了巴基的信任。新妈也觉得很是内疚，最近自己都过于冷淡，没有关心女儿。母女俩都在痛苦中，彼此的心结都解开了。要说新妈有什么心结，就要说下支线剧情了。那天辛巴正在看电视，辛巴走了过来，说他们该换电扇了，看头上摇摇晃晃还带着火花的电扇。辛巴却觉得这个还能用，还能省下剪头发的钱。只见他抱起小新就是咔咔一顿剪，还真别说，这新发型真不错。辛巴也试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然后电扇彻底死机了。辛巴看了一眼冒烟的电扇，拨通了警局电话。他对警长说自己想干那份清洁工的工作了。好巧不巧，刚好就有一个地方需要打扫，那是一个自杀谋杀案的现场。辛巴觉得这应该比之前的要好一些吧。辛巴驱车来到了汽车旅馆，然而还没有走进事故现场，阿卢就拦住了他，他让辛巴小心一点，还说从未见过卖致幻药能惹出这么大的乱子。辛巴觉得阿卢说太夸张了，低下头就钻进了房间，看着目光所及的地方都很整洁。辛巴更疑惑了，然后就是从天而降的一滴血，接着是各种人体器官。辛巴觉得还是先擦擦这隔离带吧。不知道辛巴是如何打扫的，最后他还是顺利回到家中。辛巴询问丈夫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同，但辛巴从上到下扫描了一遍，也没有发现妻子有任何变化，于是就开始瞎猜，你有外遇了吗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辛巴告诉他自己买了一个新的电风扇，辛巴这才发现难怪这么清凉。他询问妻子钱是哪来的，辛巴就将犯罪现场清洁工的事告诉了他。辛巴一听，表情变得有些忧愁，他听说那份工作会让人终日活在噩梦中。辛巴却说自己绝不会那样，他还很高兴能用警员内部折扣买了清洁用品，这下终于可以清洗老辛普森的假牙了。到了晚上，辛巴在床上喝饮料，辛巴心潮澎湃，想和他培养一下感情，但辛巴只是看着他叹了一口气，他现在没有一点想要亲近的心情。辛巴惊呆了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辛巴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见丈夫想要知道，她说出了自己的感受，看到辛巴躺在床上，会让她想起了今天青年的去泡这样的尸体。好吧，他这番话让辛巴也没了兴趣，直接关了灯准备睡觉。鉴于辛巴饮料还没有喝完，辛巴给他留个小夜灯。辛巴为让妻子重新找回自我，给他看了一段可爱小 baby 的视频。然而辛巴只用余光瞟了一眼，就正襟危坐着，像一个雕塑。辛巴觉得妻子内心有一部分已经死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想要找回曾经的辛妈。这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就起身告诉了辛妈，你就在这里看视频喝啤酒吧，我要去帮助 Lisa 了。 Lisa， 辛妈呆愣了一会儿，才抓住关键词，他慌忙起身也跟着追了出去。此时家里的电话响了，那是警长打来的，通知辛妈去另一个凶杀现场。见没人接，他们只好自己上了。只见一打开门，血就喷涌而出，接着时间就来到了母女相见的时候。辛妈向女儿保证自己再也不会离开她的身边。门外辛巴很是高兴，女儿对死亡认知让辛巴内心死灰复燃了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尾。辛巴给小仓鼠举办了葬礼，死属已逝，永世不忘。只是最后学校还是买了一只新的。
似乎看惯了生死，人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硬。为了一个新的电扇，辛巴成了犯罪现场清洁工，血腥的场面，冰冷的尸体，无时无刻都在侵蚀他的灵魂。他带走对生活的热情，而留下一具麻木的空壳。其实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进入社会，退却年少稚嫩，我们也在渐渐变得麻木。可能是看惯了职场潜规则，让我们失去曾经的意气风发；可能是昔日的好友断了联系，让我们丧失了与人交往的能力，逐渐认识到世界黑暗的一面。好像很难再怀着当初的热忱去爱他，但其实世界好的一面从未消失，我们只是被一小部分黑暗遮住了眼睛。就像新小妹对死亡的悲伤，能够唤醒辛巴对生命与爱的渴望。世界上依然有美好能够打动你我的心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